大家好，我是周底，今天要来介绍江南省造光绪元宝7钱2分系列。江南省银币是第一个省份带有着干支年份，戊戌己亥庚子一直到乙巳就结束。每一年有系列性的发行，时不时还更改着龙的造型，相当有独特性。第一个年份发行在光绪22年1896年，江南造币厂向英国伯明翰喜顿造币厂订购全套设备，并设计了银质光边样币5种面值：7钱2分、3钱6分、1钱4分4、7分2厘、3分6厘，还有一枚7钱2分的铜质样币。全套应该也就10套以内，相当的稀少。通常只要出现，一定是会放在拍卖会图录的封面。这一套也收录在伯明翰造币厂史的这本书中，当然也有伯明翰设计其他省份的首枚样币。此书记载着当时伯明翰造币厂为其他国家制作过的钱币资讯，带着样币回国后才开始铸造流通。那么江南省造第一年发行的银币没有干支年份，我们俗称老江南。老江南的龙是大家公认最霸气的龙，龙身又肥又大，占据了整颗币的版面。一般钱币圈的人士对于银元的审美角度，往往都希望不要有太多的空白处，底板越少越好才漂亮。龙的姿势要像张开双臂，有着吓人的感觉才叫霸气。老江南通常配的是像这样子的人字边，制作人字边应该是在效仿当时正夯的外国银元，而且通常流通版的老江南品相都不好，分有2种版别：木省与日省。称呼日省是因为省字里面的木字上笔少了一笔，估计日省是后面模具堵塞造成的。也就是说，木省版属于模具前期造的，日省版是后期的产品。后期因为这种人字边制作的成本太高，后来才生产直尺边的老江南。大家可以发现，直尺边的老江南还是维持日省的字样，可以猜测模具是从人字边的老江南沿用下来的，再换上了直尺边模具，继续制作直尺边老江南。这也是利用模具传承的蛛丝马迹来研究出银元的发行先后顺序。这枚直尺边发行量相对的少很多。光绪24年戊戌年，为了更好的管控银元发行，加上了戊戌年的戊戌2字在左右两侧，来区分生产年份。字面右边念戊，左边念戌。江南戊戌成为了第一个有干支年份。这枚是江南戊戌7钱2分珍珠龙版，因为老江南的龙多了一个外圈，造币厂想这不行，感觉像把这个龙关起来的感觉。龙又是皇帝的象征，不行，必须去掉这多余的圈圈。因为新币的上阵一开始总是要求的很完美，要求雕刻师给我在龙鳞片上刻出一颗一颗像珍珠的颗粒。雕刻师连夜赶工，刻着眼睛泛着血丝数数看，这是有几片龙鳞最后完成后，龙鳞一片一片的闪闪发亮，相当美观也因为这特殊的龙鳞，才因此而命名珍珠龙。不过像老江南一样，带戳的居多，品相好的特少，甚至品相达到了 UNC 未使用，比老江南还要难得多但是名气就是没有老江南来得高，价格总是输给老江南。老江南永远是老大哥，珍珠龙永远是江南戊戌系列的一个品种罢了。这也是许多藏家对珍珠龙打抱不平的地方江南戊戌珍珠龙长翅版，龙背上的刺明显较长，这一版相当的稀少，过去并没有将其版别区分开来，所以没有发现太多。有珍珠龙的朋友可以对比一下。这时上级接到了通知，可能是人事调动的关系，龙图又要改版了。领导开心拿着新创作的龙图样本跑到雕刻师面前，当时雕刻师很不爽，拿着雕刻刀指向领导，再让我雕刻珍珠龙试试看。于是龙鳞才改成中规中矩的样子。江南戊戌7钱2分凸眼龙版，龙眼睛有个凸点，算是个普通版。这种龙形因为是比较早期的版别，也叫老龙，于是就大量发行给民众流通。这时有个没睡饱的工作人员控制着压印机，钱币敲着，字面模具就敲坏掉了。于是就听从上级指示，用一个母模具再压印一个新的工作模出来。新模需要另外压印戊戌2字，再取出戊与戌的字冲头，
他随便选了一个字冲头，对准相对应的位置，把字冲头的字压印在了模具上。江南戊戌错版诞生了，从右至左念变成了戌乌，也叫戌乌版。这名类报的工作人员也没注意，敲了将近20多枚后，才拿起银币一看，这时文字错版已经混在了一堆银元之中啊！赶紧将错误的模具销毁，当成什么事都没发生。说真的，要不是有玩江南币，一般的人也容易忘记哪一个字是带点的。上海听说有位币商收购到民间一枚江南戊戌，起初啊也没注意到，自己越看越觉得有戏，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戊戌错配版啊！这差价可不止10倍。右边这个字如果是戌，多了这一撇就是错版了。祝大家好运。江南戊戌凸眼龙，满文中心点。如果翻过来发现满文中心有带点，会比没带点的少一些。江南戊戌凹眼龙版，这个又更少一些了。现在随便一颗都是人民币10000元起跳啊！好的，年份来到了己亥年。这一年发行的银元数量是所有干支第2少的哦，第1少的当然是老大哥老江南了。江南己亥老龙7钱2分，因为是延续戊戌的龙，所以也叫老龙。江南己亥7钱2分新龙版，这是一条全新的龙图。其实周弟看到这种新龙时，总觉得没有老龙来得漂亮，感觉老龙比较立体，有点 2.5D 的感觉。新龙这条分割线让它看起来像 2D 的图案，像是龙身反折过来一样，这个姿势很别扭。龙鳞平平的，颗粒多，像洗衣板似的。不过己亥新龙要比老龙要少1倍。好啦，新龙还是挺可爱的。因为江南系列比较多，也较复杂，我们分2期来讲好了。下半部我将会把庚子、辛丑、壬寅、癸卯、甲辰、乙巳给补上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